嗨，这里是菜鸟老田，这期视频将会有大量剧透内容，当然，我估计你也不在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有人类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答案。我觉得我找到了，因为我花了人生中最宝贵的20个小时，通关了《轮回之兽》，一款由全世界最不会养凯子、最不会摆烂的游戏公司 Game Freak 打造的全世界最不废话、最不富有、最不会让你玩10分钟就想去睡觉的旷世神作。我推荐所有人都去试试这款游戏，一定会在某一瞬间，当然具体来说是在你见到同一个 BOSS 整整出现8次的时候，领悟生命的意义。就像人类从出生到死亡再到新生不断发展进步，就像食物从制作到食用，并且在你体内加工千百遍以后形成了一种产物，我们称之为血、精汁、人中黄，这样就可以再交给另一位美食家享用。生命的意义就是轮回，就是循环，就是复读机，所以这种神作绝对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吃的。所有人都需要一次探寻生命意义的过程，并且不断问自己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我是谁？我在哪？这游戏到底在说什么？你要扮演艾玛，你要拯救世界，世界也会回应你的拯救，让所有人都开始霸凌你。你好，我想调查一下，你不要和我说话，尽管任务让你找我说话，但是你也别和我说话。终于见识到了正常的人际关系，因为你和他们不一样，相信你已经能看出来，这是末日后的世界。当然我们都知道，末日后的生活非常艰难，很可能没有网络，没有 WiFi， 甚至没有蟑螂抱枕。尽管你应该可以抱着真的等身蟑螂睡觉，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舒适的手感。不要小看生态的强大，现在我们有植物熊、植物鹿、植物老鼠、植物人和日本女鬼，别担心，别人看不到日本女鬼，但是他们能看出来你是个植物人。这并不是什么身体缺陷，而是代表你的身体已完全可以适应环境，并且可以训练植物大狗。这也是一种宝可梦，只不过你要碰到那个头戴内裤的小男孩，你不能只让你们的宝可梦进行对战，你需要亲自上阵，把他们的屎都给打出来。别人霸凌你，肯定不是因为你是个植物人，相信应该没有正常人会傻逼到去霸凌一个叫啮尸体的危险生物。主要是大家的画风都比较粗糙，而你不一样，你有昂贵的过场 CG， 尽管没多少，但是和终身死人脸相比，20%的死人脸，60%面瘫和15%的难崩廉价演出以外，你至少还有5%的高光时刻。我说的是真的高光时刻。所以到底什么是轮回之兽？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个东西，它要创造一个只有植物人才能活下去的世界，至于普通人就会变成宝可梦。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旁边的日本女鬼。当然，我要是说错了，你就当对着听，因为播片的时候我可能在小号、大号，或者已经陷入昏睡。你想看这个机关吗？你要先听一段10分钟的历史课。你还有3个机关要开，真是天才般的设计哦！或许你应该能找到我们专门给你留下的暗示壁画，比如这一幅，信息量非常丰富，看不懂没关系，最终 BOSS 战会先用10分钟，专门为你详细诠释这个伟大的游戏。可能一直在谋划，等游戏快结束的时候，再把所有设定全部硬塞到你脑子里。这种事情就非常考验技术，不能太用力，也不能太快。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要进错洞。整个游戏就像是一个神人集中营，似乎人人都在下一盘大棋。当然，主要靠黑屏字幕转场和美剧同款下集预告。实际上，大家都在玩小手牌，除了主角，我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大脑。戴着面具的驾驶员，他是个老头，前半段谜语人，中间谜语人，最后他要刺杀国王，他自爆了，但是他是个好人。这位头戴内裤的小男孩，开头就要和你决一死战，开到后面就是回忆，回忆中你要打他的宝可梦5次，他和他的宝可梦组合3次，还有无数他的克隆人，想必一定是个打算毁灭世界的危险人物，并不是他只是个头戴内裤的小男孩。换句话说，黑化的小学男生，他的宝可梦免费送你新能力，他的目的除了痛，太痛了，其他的我完全听不懂。苦，制作比主角还精良的昂贵女人，他要和驾驶员刺杀国王，他一定是你的队友，你们甚至还能打电话联络。他反水了，黑化了，害死了要和他一起刺杀国王的驾驶员。国王他也是个老头，他有一个邪恶计划，他要被刺杀，他策反了苦无。
他被你打败的苦无刺杀了，所以绕了那么一大圈，到底是为了什么？尊斗第一眼是个弱鸡，但是他能帮你洗碟，他一定是你的队友，你们甚至还能打电话联络。他是轮回之兽，接近你是为了自己的目的，他被你打败了，他该受自己的苦衷了。或者说，每个人被你打败以后都要说一遍自己的苦衷。当然，和头戴内裤的小男孩一样，我完全听不懂，不要对我有太高要求。我替你品鉴，并不代表我是你的奴隶。一个庸俗的游戏会让你每天都要打开，而一个伟大的游戏会影响你的一生。只要1个小时就能够让你反思自身的问题，类似我是不是该做点别的事情，或者我当时为什么要打开这个东西。很显然，我一直在强调轮回之手是一款伟大的游戏。我必须承认，我之前对这个游戏有不少偏见。前2个小时跑图会是一种折磨，2个小时以后还是宽线性大地图，你的植物大狗小库会给你标出地图上的收集品，又到处乱跑，希望能找到点有用的时尚小垃圾，或者没用的时尚小垃圾，又或者这群人给你塞到高处的重要时尚小垃圾。我有时候已经分不清谁才是训练师了。更好的是，这是禁止睡眠挑战以外唯一能支撑我玩下去的东西。当然，禁止睡眠挑战是我编的，但是辫子实验室、人体游标卡尺、坚持住别变软和废物钩索一起度过难关，还有最棒的动态天气，这些都是真实的。我真的希望你喜欢他们的动态天气，真实、丰富且形象。站在缆车里一样不会错过蒙蒙细雨，树木自由生长，直接让你找不到钩索点，还能同时做到室外晴空万里，室内沙尘蔽日，或者反过来，屎黄色的天气很符合我目前的心情。也许我们就不该让虚幻物存在，要不这些只写击败基因魔像，击败基因魔像，击败基因魔像，获取作物幼苗，击败基因魔像。但是18小时以后，跑图就会变成一种享受，因为我已经意识到好奇心也可以是一种安眠药。如果我的植物大狗发现了新东西，那么它就发现了新东西，而且很显然，他们应该是没钱了，所以地图没有那么大，甚至我都不用考虑岔路。感谢隐形的大手，让我躲过更多折磨。不，但是你知道吗？我尊重这一点 ，respect， 这才是成熟制作人的表现。哪怕预算都被 CG 烧完，也一定会给你一份成品游戏。前2个小时我在打熊、鹿、鸟、老鼠、真鸟语、金银狼、魔像小兵、武士大将，我就有了一种预感，他们应该会陪我到游戏结束。结果我错了，因为我忘了把故障机器人、陷阱魔像、植物野猪、自保兵，还有这些飞行铅球也算进去。但是这不意味着你应该对游戏的新鲜感绝望，因为还有在地上乱滚的铅球，会放暗器的浪人大将，没有头的双刀魔像，头戴内裤小男孩的克隆人和克隆人的克隆人。不用担心，你很快就会和他们像家人一样熟悉的。别忘了，还有熊、鹿、鸟、老鼠的白化亚种，尽管外表几乎一致，动作几乎一致，但是至少弱的属性不一样。所以我认为需要引入互宝可梦这个概念，这样可以同时收割2家游戏的凯子。我知道我漏掉了枯萎之手，你不用担心，这个东西是真的罕见怪物，我一共就见过2次，每次都和大运一样，不知道从哪个地方突然冲出来，然后他的动作就被复用到 BOSS 上了。如果说有的游戏是一种挑战，那么我们伟大的轮回之兽就是一种考试。你打完前面2章以后，大部分时间都会处于这招我见过和这招我是不是见过这2种状态，或者第3种情况，让我们猜猜下一个 BOSS 之前见没见过。前2个小时，我一直认为一个 BOSS 打2次已经是极限了。第1次第1阶段，第2次第1阶段加第2阶段，可以说偷懒，但是还不至于太过分。但是我又错了，我低估了一个成熟制作人的含金量。第1章的植物路，你后面还再见到他一次，同样的动作，同样的招式，甚至还有同样的2阶段。你知道好处是什么吗？让我发现，原来这个 BOSS 除了甩头、丢石头、踩地板以外，还会发射尖刺和飞扑，从3招变成5招，简直是质量的飞升。金牛一样是一个很有设计的 BOSS， 因为攻击招式更丰富，还没有复用嘛？那倒没有，主要是出场比较早，让我中间这段又臭又长的跑图过程至少有点盼头，不然我应该会和主角一样，打完 BOSS 倒头就睡，然后你很快就要再打他一次，依旧同样的动作，同样招式，甚至还有同样的2阶段，夜行啮尸体和头戴内裤的小男孩。这应该是我第3次强调这2位了，因为我之前完全不相信有游戏能让你打同一个 BOSS 整整8遍。我平时打游戏很少背板，都已经熟练到完全背掉了他的所有动作，因为根本不超过5招。那有没有不重
重复的 BOSS， 有的兄弟，有的这个游戏孽实体 BOSS 一共有10个，复用的 BOSS 也就只有3个，其他的7个都没有复用。但是这不代表他们不会复用小怪或者精英怪的动作。换句话说，只要你打过同类型的怪，那你就等于已经见过 BOSS 大多数招了。重复就是轮回的意义。知道最有含金量的 BOSS 是哪几个吗？苦、蛛网和轮回之兽。因为苦和他的宝可梦没有同类型小怪，虽然你要打他2次，虽然第一次完全是巨型杀，虽然你每次很轻松的打完他，过程都要假装你才是被打败的那个，但是只要打2遍，蛛网也没有复用普通植物野猪的动作，而且你能一次直接打2个阶段，完全不会浪费你的时间，然后你就能见到苦和轮回之兽了。是的，打完这3个，游戏就通关了，真是非常精彩的流程设计，你完全不会卡关。这个游戏我觉得最难的 BOSS 就是第2章的大山椒鱼，因为打它之前没有那么多小山椒鱼让你研究，而且你也需要点时间适应游戏这套靠弹反获得容错和技能资源的系统。打完它以后，我打所有 BOSS 都一次过，尽管我完全没去研究这游戏的构筑系统，我更不知道升级加点在干什么，我甚至只要考虑2件事：先弹刀攒资源，让狗子放点技能，就开始连滚收兵放剑技。所以游戏最难的部分就是弹刀，但是左边闪右边闪，左边闪完右边闪，偶尔从上面拍你一下，看到红光就等闪避，这是要难度有交互，要交互有难度，已经简单到我打完一张 BOSS 就得去开一把以萨结合平衡一下，否则我会有一种羞耻感。就这样，我轻松愉快的打完了最终 BOSS 的同时，我完成了以萨表角色全红，包括需要我左右脑分开控制的角色和一个房间只能被打1次的角色，甚至这货我还是连胜通关。但是众所周知，在这种重要时刻，人都会开始反思，我当时为什么要通关这个游戏？哦，我想起来了，因为我的好homie这只神秘小鳄鱼比我早通关半个月，在那个时候只要通关就能获得这个只有3.5%获取率的金闪闪稀有成就。很可惜，我通关的时候这些成就已经不再闪耀，不能退款的人还是太多了。不过没关系，我感觉我没亏，因为在我克制羞辱感的过程中，以萨结合给了我几十个稀有成就，所以让我们感谢轮回之手，我要给他10个经典苹果闹钟音效作为最终评分。希望有一天你梦到自己在被10000个同样外形的 BOSS 用同样的动作，同样的左边闪右边闪的时候，它能帮你逃离循环。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内容还在制作中，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让我们下次再见。